在你看来，崩坏3是什么？崩坏3是由米哈游出品的动作手游 IP， 手机游戏进化史，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剧情可甜了。是原先人，我没有说谎，活下去，可怜。这就是最后一。这是什么刀？这么大一把刀。这游戏是12岁适龄。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想，也许是一段经历，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一番长谈。嗨，想我了吗？这是个有趣的游戏，对吧？对，这就是崩坏3。我相信，在每一个玩家心中都有一个属于他的崩坏3。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它是一个故事。刚开始做崩坏3的时候，那肯定是两眼一摸黑。然后最早的时候就是几个人开始在那边做。随着时间往前推进，然后我们也遇到越来越多优秀的同学加入我们。16年的时候，我才大3，当时在找一份实习工作的机会，然后因为本身就比较喜欢电子游戏，比较喜欢 ACG。然后觉得还有这家公司其实演员不错。当时的面试官还记得很清楚，中面也是大卫老爷亲自面的我。那时他就跟我提出了关于动画 IP 未来的愿景。本身我也不是专职做原画的。反正有一天就是来联系我说，哎，有没有兴趣？啊，那我说我来参观参观，再做决定吧。就过来，哦呦，我看，哎呀，公司还挺正规的。那时候大概16年吧，然后16年的时候就拿到的 offer 里面，其实米哈游这个是待遇最差，然后，但是，那你为什么加入？当时确实就是因为兴趣，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当时其实开发的这个周期其实也是远超预计的，因为最早的时候觉得可能做8个月就能，或者做1年就能做完，然后最后实际情况大概是做了快将近2年的时间。观察班确认完毕，等待女武神着舰。女武神着舰准备，10、9。2016年的10月1日，崩坏3 iOS 平台公测，10月14日全平台公测。那个时候打开游戏，你就会看到一段 CG， 一个穿着作战服的少女慢慢走向运输舰的舱门，然后一跃而下，穿过云海。伴随着崩坏3 logo 的浮现，这个名为 Kiana 的少女就此展开了一段长达6年的旅途。说是上线，然后成功，但坦率的说，现在回忆起来也没有什么实感，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我们还要投入1.1版本、1.2版本以及后续更多的内容的制作。就最早逆商视觉小说的时候，开发产能比较吃紧嘛，所以最后整个视觉小说它是一个挂在 Web 上的引擎。其实是一个非常草台班子的状况。我们在写视觉小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个东西。程序是我写的，然后那个UI 那块是那个收集批的。那时候我刚来，然后就感觉，就是虽然看着好像挺刚来了，感觉就要完蛋了。对。其实现在看我们旧角色跟新角色的那个刀光，其实区别是很大的。当道公司觉得这东西还挺黑科技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插件。它就有些时候有些很奇怪的问题，就崩掉啊，不能 Ctrl+Z 啊，然后卡呀，那坏了。然后就有一天我正在骂他，我说这到底谁写的？真。然后旁边有一个知情人士跟我说这是蔡哥写的，然后我说是吗？那他做的还挺好的，牛逼。那时候人也不多嘛，
整个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工作不轻松，工作不轻松，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蛮紧张的，有一些。那是啥时候啊？具体是几几年？17年初，17年初，16年底，那个时候，就那个大屏幕上、电视上还有那个 DAU 的那个数值，对吧？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候。确实，奔三它的日活跃用户，它从刚上线的时候到了第2年的春节，然后它掉到了一半。在那个年代大环境下，我们也会看到一种普遍现象，就是走过巅峰以后就是下坡路的，很担心崩坏3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选择去把奔三给做好。崩坏3对我们来说，一开始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会走到哪一步。当时就会思考，距离我们梦想中的游戏《崩坏3》还缺少哪些内容？那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一个动作游戏要讲故事，其实是有点离谱的。它天生就会和这个游戏本身的许多内容相冲突。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去做 IP， 应该去做叙事这方面的努力，或者说尝试。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故事本身就是带有力量的。但是团队中其实也有同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很尖锐，也很实际。那我们做主线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我们辛辛苦苦的做1个半月，做1个版本，那它上线以后可能1-2天就消耗完了。那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它对于我们的用户留存、对于活动的参与率等这种各方面的数据来说，它到底有没有帮助？你要说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能相信做故事这条路对于崩赛来讲一定走得通？其实我们也没有底。我记得崩坏3它上线的过了几天以后，我有一天睡觉，那我在我的梦里面，然后我看到Kiana 在这个休伯涅安的剑桥上，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故事给讲完，然后当时我就答应他了。所以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我去完成一个对 Kiana 的一个承诺。只能说不管怎么样，努力试试。崩坏3要做行业最顶尖的游戏，那无论在哪个方面，它都要做得最好。同样，它一定会需要一个最好的故事。1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只有1年时间，通过《天命之战》这个篇章来证明 IP 对于一个游戏项目到底它能创造多大的价值，很大的挑战，但同样的也是机遇。在和多个部门沟通之后，幸运是他们都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跟剧情结合的紧密肯定是好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就努力想让这个关卡整体体验下来，就在关卡当中就能感受到一些故事的就是发展。我们尝试加入了一些探索，一些彩蛋。除此之外，《天命之战》是一个众多新人登场的篇章。那包括其实还有就是空之律者这个形象，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律者，然后可以说是为了他，卯足了劲，然后做了很多配套的相关的内容。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你必须去接受，就是剧情对于相当一部分玩家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那对于这部分玩家，我们同样可以提供 IP 内容，那就是什么？就是动画短片。当时《女王降临》是一个很出乎意外的一个点，我们其实是配合这个动画推出了《空之律者》嘛，对吧？那《空之律者》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呢？其实我们是没有预期的。当时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玩家认可度非常高，而且是非常激动，第一次是登上了就是Apple Store 的中国区的畅销榜的第1名，确实得到了一个玩家的认可。然后另一个在2018年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当时做了《最后一刻》这部动画。你的攻击
结束了吗？那么现在轮到我了，没意见吧？最后一刻上线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投放动画短片的那一天，我们发现池子的收入有了一个很小的波动，有一个小小的上升。它虽然在数据上面并没有说多么的波澜壮阔，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一刻 IP 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它得到了证明。女王降临和最后一刻两部动画作品，然后在201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将《崩坏3》的这个 IP 这个故事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评价好高啊！是的，对，这边是阿大的活动，是阿大的吃的，然后给他买的小玩具，每天伺候阿大，是我的另外一个大公司。这里是我们另外一个小的动物生态圈，这只刺猬它叫桑达 ，Thunder， 是在那个台风桑达登陆的时候收到的，所以叫桑达。如果纯粹从技术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即使是现在也觉得这部片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遗憾。当然，不同的组员他可能在意的点都不太一样。像我可能会在意啊，这个角色的脸是不是好看，以及他的手是不是好看。肯定是脸，这个绝对不能放过。人真实，就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脸。分镜那边他们可能更会在意构图是不是好看。就这样的一个皮卡诺佐，觉得这样的皮卡诺佐好看吗？你好歹应该是这样子 P 下来。动画师这边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动作，他是做的是否真实。对的。这是大仙啊，这是我们动画组的动画师之一。现在又在意什么呢？这卡又有什么问题了？头发什么的。哦，对，因为人偶的头发确实是比较的特殊。现在在做的这个也是，他们要相互聊天，然后相互互动，然后但其实现在看这么大，在整个镜头当中，它就这么点。后期摄影那边可能会想，这个时候的画面效果是不是真的能模仿真实的灯光感觉，以及它的颜色是不是准确？一直在拿新的东西往里面做。也不光是 A E 嘛，如果光 A E 应该是出不出来这种就是能跟着摄像机走的。虽然这卡也是竞争，但是至少用起来了。做的最难的一次是什么？果然还是阿丽夏天的那个城市。对，整个城市是由这些个单体的小电梯构成，通过这个程序化的方式让它生成一栋大楼，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沙盘城市里面。整个过程还是蛮艰辛的，但最后还是最后东西出来了。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点只要是时间上我们还能够去制作的，那么我们就尽所有的可能去把它做到最好。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制作者和观众的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我们能理解为什么玩家会这么喜欢它，我们也觉得在故事情感上，确实是像编剧说的，是一个有非常高度的一个东西，能让即使没有看过《崩坏3》系列游戏的人，也能感受到这部短片想传达的情感。我觉得这个是达到的，但是对于制作者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磨练。天命之战结束之后，故事也就真正来到第2阶段了。但说实话，那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内容，但始终觉得缺了点什么。虽然做了很多东西，但是都是前面做过的。你比如说动画短片，也好，译者也好，这个概念之前都是有的。我们只是在延续做这种东西。我们整个动画这边的工作有很多就是以重复性的东西为主吧。每天结算飘带，然后结算飘带，结算飘带。我感觉这一年浪费了，好多东西我都没有做，就是说我感觉我们浪费了一年。那段时间相比于关卡内的内容，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把主线变成一个完整的活动，
所以有很多系统策划同学在思考和迭代外围的界面优化，比如说把抽卡系统融入到主线活动当中。就是那个抽卡，抽卡只能一发一发抽，非常不爽。我就想体验这段故事，然后结果你就非要让我去不停地打泰坦崩坏兽死士，泰坦崩坏兽死士，啊。其实可能最开始是我们想做的改变太多了。还有更快的好，就竞速的好。说到底，其实我们缺少一种叙事上的突破。整个19年，其实在这一块的突破是很少的。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全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在游戏叙事这件事情上面迈出全新的一步。项目的每个阶段，我们用我们自己能够实现的方式去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尽可能的表达出来。之前我们制作番外的种种形式，实际上到了这个阶段也完成了它的一个历史使命。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游戏本体的那个叙事里面，把故事如何推到高潮。当时基于现状，我们能想到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 BOSS 战。在这场 BOSS 战当中，我们完全跳出了以往的制作逻辑。我们在其中就是牙医和皮安娜战斗的时候，会不断浮现出他们过去的回忆，然后看着他们随雨滴一同慢慢溶解，最后的回忆被牙医一起一刀两断。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这一幕它胜过千言万语。喜欢故事，我们就致力于打磨故事的表现；喜欢角色，我们就要想出能够带来惊喜感的角色设计。因为每个角色、每个装甲都承载着讲述的功能。从这时候起，我们隐约找到了方向，那就是做玩家喜欢的内容。那个时候最早提出来的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龙，因为我们也没做过，感觉这个东西也挺新鲜的。我们都觉得，哎，我们玩家肯定会超喜欢的，这么酷。然后，结果很快又打脸了。啊，就是听到最多的就是说，哎呀，我其实想看一下牙医，就是我感觉其实玩家也不是说这个龙我不要，而是说他想增加一点牙医的这个存在感。那个时候想赶紧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说把那个牙医是不是能骑在龙上面？就是在怎么说呢，在《雷之旅者》上线之前的2-3周，我们还做这种比较大的改动，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所有人都，哎呀，这个行不行啊？这次到底 O 不 OK 啊？不能说做一个东西它没有成功我们就放弃，就是应该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设计把我们的这些新的设计呈现给玩家经过玩家的考量。那么如果做不好，我们再换方向。那如果做好了，那我觉得这个尝试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到最后，结果还是可以的，也算是给我们这段时间一个算是比较好的回报吧。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你们别打了。从次元辊歌开始，我觉得崩坏3真正意义上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吧，就是它追求极致的战斗，极致的视觉传达。它讲故事的方式不再仅仅限于文字，不再仅仅限于文案和编剧的工作，而是一个由团队当中所有人一起参与的一种传递情感的方式。
周年，生日快乐！切蛋糕了，切蛋糕了！要做好游戏叙事，要把一个 IP 和故事给讲好，那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也是看到说，在《崩坏3》这个故事当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成长路线，都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所以说他们的故事才这么的深入人心，这么的让大家有感触。但是时间不等人，所以说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不好意思，就是让我缓一缓，让我缓一缓。年初的时候，其实已经进行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制作环节。那么问题来了，那个角度我讲不出。之前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核心点实际上玩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很稀有或者说很新鲜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是一个崩坏3比较，怎么说呢，低谷的一个时期吧。是在这个时期，IP 部门工作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的状态。为了扩大故事的体量和容量，我们面临着必须进一步的再去提升文本量，它会变得更像一本小说。这么做对于崩坏3的叙事的未来是否是一件好事，那时候我们犹未可知。也是在那个阶段，我其实成为了 IP 部门负责人。那个时候大卫就对我说，就是让我放手去干吧，去做你真正想做的故事。我当时就鼓励他说，我觉得你觉得对，那你就去做，因为我相信其实你认可你喜欢，就一定会得到玩家的认可，玩家的喜欢。所以说我觉得你大胆去做，这就是 OK 的。说实话，当时也挺迷茫的。我觉得，正好其实可能就和现在这个园子一样，非常不凑巧。如果再晚3到4个月的话，就开春了，到时候这里会漂亮很多。但现在是冬天，也没有什么花，然后也很落败。但你知道春天会来，但你不知道崩坏3的未来会怎么样。我始终相信，还是会有那么一些主题，它是雅俗共赏的，它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现实，也是所有人都憧憬向往的点。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千人律者篇》的故事灵感有一些现实的影子，它来源于现实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的社会现象，比方说网络暴力，比方说群体极化。那时候其实大家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说，其实有点中二说，其实，游戏里面主角像齐阿娜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嘛，就这个时期其实，有点映射到角色上面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盲目、冲动、自私、悲哀，人心的卑劣，远比灾难更可怕。人心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东西。我们希望他就是一个战士，这是玩家感觉到他是一个战士，那说明我们的方向对的。那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就坚持就行。我觉得这个圈圈还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感觉证明特别大。你说那个拖尾的特征，这可以，这个是可以。然后最后这个爆发也是说，因为加拿大的成长这一段剧情的收官，然后达到了那个心境。我和年初的很多事情我也和解了。我相信玩家也是一样的，就是经历这个时间，这个角色我们，大家能够玩到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到我们制作者的这种情感在。以此烈火，斩无不断。就从年律这个时间点过后，就有那个我们什么文化，对吧？建昌的文化，我确实不知道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叫建昌什么的，我以为一开始他打了个错别字，但是我之前一直看他们发那些主播破防的，确实他们感染力比较强，然后有的时候自己因为
有一些篇章其实是自己已经玩了很久之后的嘛，然后再看他们重新打的时候，然后配合他们的这个表情，然后或者说哭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也会重新再感动一次。比如什么，就是说，哎，如果我以后有了小孩，对吧？我将来有一天我有小孩的话，我一定会让他看这个剧情。真的笑死我了，确实感觉大家都特别爱看这个。你的攻击结束了吗？什么？现在轮到我了。没意见吧？天哪！才不管你说的这些，因为他是个笨蛋。笨蛋不会放弃。An idiot doesn't quit. 它是一种证明，在经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曾经产生过某种感情，而现在我们能发现一个毫无关联的陌生人正在体会与我们当初一样的情绪，这其中不仅仅有感动，还有理解和共鸣，也代表着我们重新赢得了舰长们的信任。也是在这时，我们渐渐明白了我们所追求的那种雅俗共赏的事物它到底是什么。正因为生活并不美好，所以我们才渴望美好。如果人性就是有两面，如果善恶一定并存的话，那既然生活残酷无处不在，那始终也会希望有一种声音，它能不断的去捍卫这种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它会由 Kiana 带给玩家，再由玩家去带给更多的人，永远存在。这不切实际，但我们希望如此。5年的沉淀，在星野永人达到了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但当时我们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你始终要往前干。当之前的剧情抵达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之后，你就必须得走得更高。这就是玩家对崩坏3的期待，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比别人更好，应该是在业内会是属于一个顶尖的水平。老实说，我觉得崩3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在很多关键的节点，我们都会冒险进行一次赌博，但往收的土不一样，这一次我们赌得太大了。突然一下做13个角色，你开玩笑，就是除了一些老面孔以外，其实一大半都是之前没有出场过的角色。玩家会不会认可这些角色，确实是一个不是100%确定的一个事情。当然，一下子说要做那么多角色，其实还是来不及，很多东西来不及。产能不够怎么办？只能砍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只能做好了，也没啥别的退路了。打个比喻吧，就是说你一边开车一边修车，它并不是说我们停下来，我跟大家说你等我半年，对吧？我不更新，然后给你呈现一个很好的东西，其实是不现实的。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一个更新，然后其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怼出来。一旦失败，它所带来的代价没有人承担得起。但是既然玩家对这个东西有那么高的期待，我也不想躺平嘛。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去开始了对崩坏3来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1年。欢迎，高洁而纯真的灵魂，这是末世最后的乐土，亦是烛火者们命定的终幕。而存在于此的，也不过就是些尚且还算有趣的故事罢了。关于那久远的过去，关于那13位未能成为英雄之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你对一个原画来说，一下子做13个角色，其实感觉还是蛮痛苦的。但是这点我觉得对 IP 也一样，你说是吧？一下子做那么多，你说呢？乐图有70万字哎。感觉自己血压已经升起来了，只能说确实有点炸呗，13个人对吧？加上就是
往事的土肉鸽加上勇士的土主线那么大的这个文本量，那就每个人就加班呗，差不多。做整个乐土篇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焦虑。就那段时间，真的睁开眼是往事乐土，闭上眼还是往事乐土。我感觉其实做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魔怔。经常凌晨2、3点、3、4点，群里发句话，发现一个一个都全都冒出来了。真的要讲这个故事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你突然半夜开始学苏说话，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哎，是你学艾丽说话，然后我才会学苏说话。第二天早上阿雀醒过来，突然冒了一句：“哇，太好了！你俩昨天这个聊天记录，我直接拿去做大厅随机事件。”对，然后他就真的稍微改了改，直接用了。我那时候主要的症状吧，可能就是经常会一边走路一边跟英杰们在聊天，这个幻想朋友是吧？但我们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就因为所有认真体验剧情的玩家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整个乐土都是为了给牙医的成长服务的，因为 Kiana 的成长是不放弃希望，牙医的成长我们想做跟 Kiana 对照的，就是直面绝望，最后跨越逝者们的终幕，去创造我们所未能迎接的未来。我们要让玩家以某种形式参与到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希望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玩家能够真正去体会牙医的心情。其实我们更想表达的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命运始终将你我连接在一起这样的感觉。最开始我们给勇士乐土定的调就是艾莉西亚的记忆世界。我们去找场景讨论勇士乐土该怎么做的时候，就烧鸡当时是想做一个孤岛上的火箭发射基地，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但是我想做游乐园嘛，我就去跟场景鼓动，一直在劝说场景，我们做个游乐园吧，还是游乐园适合艾莉西亚。里通外合是吧？最后成功说服了场景，做了个游乐园。就包括它那个整体的轮廓，其实有点像那个艾丽的那个刻印嘛。当时去找场景讨论这个设定的时候，场景就给我们画示意图，越看越像艾莉西亚的刻印。最后跟场景一拍即合，他把整个的岛，甚至包括艾莉西亚那个刻印那个环都做出来了，做得非常漂亮。就这个事就觉得是特别天奇，就感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写故事，而是故事中的这些角色，他们的性格导致了这些故事的发生。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给写下来了而已。说起另一个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勇士图表现层面的东西，就是那个例会排排咔咔咔啪。就是跟着最早的这个设计是这样的，当时还不是立体的，但我感觉记忆里面嘛，记忆和碎片有点关系，那我就想是不是把这一片一片的就角色的例会全都做成玻璃的这种质感，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数据的，有些像素的这种效果，就是数据里面会被清楚啊这种感觉。其实做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尝试，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始尝试使用 UI 来讲故事，这些都是独属于游戏的叙事模式，是你看小说或者是看电影什么都做不到的。这让我自己就实际玩的时候的体验，就像是我跟着牙医的视角去看这些英杰的故事，去体验那种就牙医自己的那种情绪吧。就整个东西，放在其他的载体里，可能确实就是少了这一份特殊的参与感，或者说，我觉得也是有在暗合主题的吧。这个故事毕竟是因你而在的故事。这两把，这可以接一把，手柄感觉是踹出去大眼。老实说，往事乐土这一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了。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尽如人意，不能让故事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让玩家满意。为什么这边全是艾莉西亚的周边？也不全是吧，看现在还挺空的，有很多位置，早晚有一天的话，希望能补上吧。还有一个你应该意想不到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算不算周边。因为想记住这一年，就把它刻在我的镜腿上了。其实，真正觉得就往事乐土这个东西稳了，
其实所有的情感的爆发，其实全都来源于最后的时刻，就是艾丽那个动画短片发布的时候。对，结果还是想着拉上所有人一起，所以我才这么讨厌你。当13音节就一个一个出来帮助艾丽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一个一个喊出他们名字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往事乐土》这个故事它是完美的。然后当天就是因你而存在的故事那个动画片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我就写了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崩坏3是无敌的。我们发现在这1年里面，玩家围绕剧情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并且产生了一些独属于他们的想法，一些感情，这些感情也被回馈到了制作组这边。在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往事乐土》已经不再是一个由我们创造的故事，或者说它变成了一个创作者和玩家共同成就的故事，一个几乎没有主角团参与的故事，一个基本没有老角色登场的动画短片。然后《崩坏3》在它的第6年 ，DAU 和剧情口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这在之前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而我们把它变成了可能。而当不可能变成可能之后，你就会愿意相信它还会继续发生。我们的确在点滴之间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故事。当故事进行到最后，你希望他怎么做？又想见证何种结局呢？从圣弗雷亚到天穹长空，从往事乐土到月球，我们共同见证了 Kiana、牙医、布洛尼亚等人一步步的成长，也一起走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旅程。崩坏3也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第一部结局。纵使悲剧不可避免，我们也会努力抗争，一直抗争下去。其实当一个故事到结局的时候，我们就会回看它的整个过程，然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故事来说，它其实有6年这么一个很长的跨度。我们的角色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像李松饶说的，像天上的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回见，潘丹基安娜。经历了这么多，他们反而能够获得一种对人生的乐观吧。对这个从月球开始的终章来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基础的设计思路，叫做重逢。牙医，你看，这里的铁丝网上刚好有一个洞，很方便往外看风景呢。老爸，欢迎回家。怎么样，牙医？是不是吓了一跳呀？它不只是这种角色之间的重逢，也包括说各位舰长对我们整个游戏的一种重逢。你一直都注视着我们，对吗？你就在这里。谢谢你，修伯利安的舰长。在大结局的 BOSS 战里，各位舰长也通过艾姨收集的祝福语这样一种方式，加入了我们的整个故事。我们想去创造一种玩家和角色之间的相遇。虽然我不能身临其境的和你并肩战斗，但是你会感受到我的支持，正如我分享了你的感动一样。请勇敢的出发吧，我们与你们同在。
这是我们一起创造的故事，这就是最浪漫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能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能遇到这样一群性格迥异的角色，能遇到愿意用心去感受我们剧情的读者，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经历了。如果要说感想的话，可能只有一个，就是终于把这个故事给完完整整的做完了，然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当时在梦里面对齐亚娜的承诺。故事总有结束的时候，但留下的记忆不会消失，传递的感情不会消失。与其说像是创作一个故事，其实更像是把听到的这么一个故事，把自己看到这么一个故事给转述下来，或者给记录下来，其实更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面临的问题跟这些角色面临的问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共性的。当他们放到角色身上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能给出一个我本来不能想通的答案，然后反过来教会我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满足吧。他们会成为后来者的钥匙，被人铭记，延伸向未来，永远存在。其实更多的可能还是感谢他们。还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啊，其实就是美术是娘，然后美术是娘，角色设计是爹嘛，就是就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不用说出来。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玩家喜欢的不仅仅是这个故事，或者说制作这个故事的团队，他们最终应该喜欢的还是陪同这个故事一直走到了现在的自己。可能是曾经努力去做过某件事情，又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游戏结识了一段重要的关系或者感情，或者在这段时间里面做出了某个重要的抉择，他们一定会和这个故事一起成为生命中被刻写下的部分。今天的自己有没有变得比昨天更好？明天的自己会不会变得比今天更好？就像我今天坐在这里，在镜头前讲下这个故事，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故事。总有一天，每个人会和这个故事告别，走向不同的方向，读属于你自己的下一页。但是那样就好，累了的话就停下脚步，怀念的话就回来看看，这个故事也一直都在。且行且看，尽力而为，不要害怕，不要后悔。就像崩坏3的 slogan 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却要笑着走向未来。It's too hard to say goodbye. Give us a try to sing around.